你打我啥？你打我啥？爸爸打我！爸爸打我！美国特种兵拳王因为中国选手没实力，擂台上3番5次发起挑衅，山东小伙立刻展开反击，重拳爆头让他悔恨终生，躺尸擂台。这个美国特种兵拳王就是眼前的光头猛男丹尼斯。在退役之后，他来到了搏击擂台，凭借自己以往的实战经验，在这里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8连胜，成功拿下冠军。但这个家伙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不友好，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抹黑、诋毁、羞辱我们中国人。屏幕前的中国废物们，给我听好了，你们在我眼里就是垃圾，敢来挑战我，我就让你死不瞑目。好，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我们注意看，蓝方选手便是今天来挑战美国特种兵拳王丹尼斯的山东小将赵显龙。赵显龙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家庭，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世界拳王，但是无奈他的经济条件有限所以说便边工作边训练，有的时候还会身兼数职，甚至打3份工为了支付自己的训练费用。这一场比赛毕竟是客场作战，所以说我们看赵显龙呢还是显得比较慌张比较紧张。20岁刚出头一位年轻小伙，在看到对方在视频前的这个宣言跟挑战之后他来到了美国向他发起了挑战。赵显龙不要再退了，你的后背已经没有退路了。对，试着打一打反击，如果一味的后退，这个丹尼斯只会咄咄逼人不断的来蚕食我。我们再看这个大秃瓢丹尼斯呢，却相当的镇定。他毕竟作战经验比较丰富，而且还当过特种兵心态上来说是非常稳的。戳眼了！哇，你打一个年轻小伙还戳眼，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丝毫没有体育道德精神相当的没有武德了。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哇，这你看他10根手指头已经完全张开了，往我们脸上去挠，这不是故意的，这是什么？他甚至还在装跟裁判说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的。你看他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我真想上去抽他2巴掌。好，这边赵显龙已经是休息完毕，比赛继续。即便是得到了休息但是呢，对方这种戳眼对他的比赛还是有影响的。还挑衅我们，他意思显龙呢一直在跑。这场比赛我们说实在的确是不是那么的好打。对方现在已经是肆无忌惮的来碾压我们了。这怎么还骂上人了？我们看这个美国的丹尼斯刚刚是破口大骂我们的中国选手，还摊开双手挑衅。又来了，你看他还跳起了舞，什么意思？还亲嘴儿？哎呦，这个家伙不仅是嚣张，还有点变态呀！山东小伙子显龙一定要顶住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一瞧。尝试打一打，好漂亮，这是一个后手，终于打出一重击了。这一重击打完之后，我们看显龙呢已经是有信心的往前去扑了，往前去压制，已经打出信心了。我们看对方的眼神还是很迷离。这个后手很重，又吃了高鞭腿，但显龙的抗击打能力非常硬。
一天打3份工，支付自己的训练费用。赵显龙有着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要打准，要打准。丹尼斯受不了了，选择下潜搂抱。显龙的防摔相当不错。我们注意看美国的丹尼斯啊，他的嘴巴已经被打出血了。狂啊，你倒是狂啊！不是喜欢跳舞啊，不是喜欢这个亲嘴吗？最后的时间，双方都冷静下来了，主要是体能流失和下滑都很明显。刚刚的那一波拼拳啊，两个人都耗费了极大的体能。不过在第一回合，虽然说前半段我们始终呢是开局不利，被对方压制，但是在不断的后退过程当中啊，我们抓住了对方的漏洞，抓住了对方的破绽。正所谓骄兵必败啊！而且我们看慢动作。显龙的拳法呀，说句实话呢，我们有一说一啊，有点奇怪啊，不像是在打人啊，像在挠人。无论怎么说吧，最起码把对方打的也是够呛啊，差点给 K 掉。好，这边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蓝方赵显龙，而红方美国的特种兵拳王丹尼斯。丹尼斯又想来摔，不过显龙的防摔啊，的确是不错。这个角度，赵显龙尝试拿背，背部裸脚有机会。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我们不知道这个手臂啊是否卡到对方的下巴里。哇，不过对方你看，核心爆发力还是很强，并不是很好降服。双方的比赛再一次回到战力。现在和第一回合的情况已经是完全相反，我们成了进攻的那一方，而对方啊则相当的狼狈。而显龙也还要注意防守啊，他的防守呢漏洞很明显，中门大开啊，两只手掉的都很明显，这已经是累到抬不起来了啊。虽然说不做防守能够换到更多的进攻视野，但是这完全不做防守，虽然说这个美国特种兵丹尼斯啊，他也累了，不过我们注意看他的双手依旧是举得很高，防守意识啊和战斗意识还在。而赵显龙这边，我们不知道他是为了吸引对方来进攻他，还是说真的累到举不起来了。我觉得有可能是空城计啊，有可能是在引诱对方。这一回合双方的点数上几乎是差不多。后手打中了，漂亮！上位砸拳，上位砸拳，千万不要客气，这是个机会。一把推倒之后，又是一个背部裸脚的好位置。这一次赵显龙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对方的身体已经被扯平了。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赵显龙，非常的精彩。这是一场翻盘，这真的是一场惊天的翻盘。虽然说没有人看好我们，虽然说对方很嚣张，虽然说对方实力很强，不过赵显龙此时跳起了舞蹈来庆祝，完全没问题，非常解气。我们看美国特种兵还躺在地上不起来，而我们这边呢已经开始庆祝啊！好，恭喜赵显龙，同时也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在比赛第2回合，张志一记强有力的左手重拳击垮了美国拳王刘易斯，对手就像断了线的木偶，强撑着身体走到了角落，高举双手想要证明自己还有作战能力。裁判也给了他一次机会，张志磊紧接着对他实行了无情的压制，而刘易斯早已是强弩之末，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一直逃跑的刘易斯一不小心又一次被堵到了角落。随着张志磊又一次挥出左手重拳，刘易斯彻底玩完了。随着这一战的结束，张志磊名声大噪，前来挑战的人更是多到数不过来。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场比赛。这一场比赛，张志磊的对手，观众朋友们啊，可是大有来头了啊！他据说呢是美国退役特种兵。眼前的白人选手塔特，生涯总战绩目前的话是7胜4负，不过他的7胜当中啊，观众朋友们有6场是 KO 对手，这足以说明啊他的终结能力是非常强的。好，比赛场地的话是在室外举办，我们来看一下张志磊这一场比赛的表现。不过要友情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千万别眨眼。Domo tehom, bibo domo tehom, bibo domo tehom, bibo domo tehom, da domo tehom, bibo domo tehom, bibo domo tehom, bibo domo tehom, da bibo jorun hito, domo tehom, yaga tiwit bosta joga gabi hiltik bondar zokun dono dikmin sons, hilben namak mitikiwit, namak biti ukit kichitik, namak biti yergi joga taed, 너희 jorun hitik jo, nata zaga taed, 어떠민이 에, 초tik daga naga, 现场的美国解说员啊还没准备好，又是一个被张志磊打动的选手，又是那句话，我是谁，我在哪儿？在开始了吗？开摆播结束。我们来看看精彩回放，张志磊是怎么做的。连续3拳，而且最后一拳是隔着手。看一下近点的。우스군이 오고서 돈이 애들 주매 공각도 저거도 도서 dragon 있네 Rocket Bay get the cool magic 있네 돈이 부스 整个放手前手打开防守吗？博尔特还能坚持吗？这个是左手拳。注意看，小虎铁英华一个大意，竟然被对手给击倒了。原本形势一片大好，眼看对手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但就是这样让小虎铁英华忽略了防守，一心只想进攻 KO 掉对手，因此一不小心被对手钻了空子。眼看铁英华被击倒，台下的老外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其实连铁英华自己也没有想到，对手竟然出手如此果断。重新站起来之后的铁英华眼神突变，愤怒到了极点，和对手立马展开了激烈的拳脚对轰。这个击倒铁英华的人来头也相当的不简单，他曾中拳读秒过中国坦克邱建良，还曾击败过中国黄金小子王俊光，他便是来自于巴西的不死战士尤尔克。他不仅在我们中国擂台取得了耀眼的成绩，而且他在巴西同级别也是没有对手，天花板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在巴西啊实在是找不到对手，因此才3番5次的来我们中国踢馆，妄想在我们中国擂台称王称霸。不过这一次，一头拦路虎挡在了他的面前，他便是眼前的小虎铁英华。好，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比赛。因为他们两个的作战风格呀，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都是拼打类型的选手，猛打猛冲，都没有后退可走。林华在场上，哎呦，这一下里面应该是有水分，有水，对啊，这个刚才田英华也是表示谨慎清理。那刚才这一下呢，确实是尤尔克踢到了田英华。这位选手的终结率啊，可以达到将近75%，这个中击率非常的高。对吧？低位打佛，前后摆偷扫，哇，力量很好，中段的前扫。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刚一开始，尤尔克这边的进攻啊就非常的强烈，很明显他是想要 KO 掉铁英华，想要速战速决。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铁英华的脑子里也在盘算着啊如何 KO 掉对手。因为在赛后采访时，据铁英华回忆说呀，这场比赛当时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着如何用重击打烂对方的脑袋。这是金钟秀战胜了巴比特，施展了胜了达比特，而且胜了尤瑟夫。铁英华目前正处于自己的一路高歌的状态。倒踢，中段，对方连击，铁英华被对方顶在手脚上，后手。刚才我们看铁英华的这个眼神和表情啊，都要注意观察，真是充满了杀气和斗志。没错。尤尔克这个在这个刚才的经历的这个一顿小小的这个被动之后，现在也是要调整到进攻的状态了。是，铁英华前手摆拳，前手刺拳都打到了。一回合号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
可以说，当两名选手啊都带着杀气啊，都是奔着想 KO 掉对手的时候，那这个比赛100%观众朋友们会好看，因为他们都会不停的向对手发起猛攻。两个人我们看，无论是进攻上还是防守上啊，都相当的到位。尤其是巴西选手，他的防守啊，我们看，哇，真的是密不透风啊！扫踢打到对方拳道上，这一段连续连吸了。这个是不行的。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不允许连续出膝的。对方是泰拳系的选手，看来是这个习惯还是要调整。刚才这个马老师在这个把这个尤尔科推出去之后啊，尤尔科一看，这个比赛状态特别的亢奋，哎，在选手出进攻以后，对方直接失去了意识，那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击倒，也就是 KO， 在英文里面就 knock out。转身反背拳，转身非常漂亮，打到前臂上了，是啊，并没有打到拳梢上。尤尔科刚才这个防守就到位，连续2个后手，尤尔科连续的前后手接顶膝。我们看，在第2回合的小胡铁银华明显是加大了油门啊，他的进攻火力明显变猛了。说到小胡铁银华的作战风格，就是既简单又高效，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招式，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啊，全都是最简单的招式，但他呢做到最好，争取做到快、稳、准、狠，主动进攻的。又一拳，再来了。这拳打到了。观众朋友们，果然是快、稳、准、狠。我们看对手一脸的茫然，很明显他没有想象到小虎铁银华，我们中国竟然有这么猛的选手。好，没问题，站起来，比赛继续。但小虎铁银华呢，我们看已经打算要乘胜追击了。很聪明，又一拳的防守，能不能打开这个防守？前后手，连续的打击，对方侧出来，跳膝。对方是在慢慢的恢复，但是不能给他一个机会。林华继续强力的猛攻，打开了防守。又一次后手，一次，漂亮！一扫扣一下，让对方防御手往下荡一荡。对方看来是慢慢的反应过来。是。确实尤尔科从刚才这一回，我们也能看到这回当中他的防守还是扎实。斜上的后手，前手。对方现在处于一个比较亢奋的状态。第2回合的时间已经过半，那小虎铁银华今天啊，他不是小虎，观众朋友们，他是猛虎，他是大老虎。这场比赛显而易见，我们已经是虎啸山林了。不过这个尤尔科，哎呦，他的抗击打能力是不是有点太变态了啊？吃到小虎铁银华随后这么一连串的进攻呢，他虽然说看似有些要倒的感觉，你看，感觉是强弩之末了，但他就是不倒。对手的刺激是成功，小虎后手，还有吗？最后的时间，小踢，印象深刻。这对的，感觉意识还不是非常的清楚。是，尤尔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在第3回合获得比较大而且明显的优势。对。所以说这一回合我们也看看他是不是完全把自己的这个能量释放出来，和铁银华打对攻，也让我们期待一下。那我们说一下强制8秒的这个事情。左手拳。刚刚这下读秒究其原因啊，就是铁银华自己呢太过于自信了，因为在第2回合铁银华一度把对方啊逼上绝境，马上就要 KO 掉啊，因此呢也是掉以轻心。好，重新站起来，铁银华，我们看。现在铁银华处于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因为尤尔科他现在有点亢奋，他也嗅到了能够 KO 铁银华的机会。此时此刻，他好像武松附体呀。但如果说我们用数值去衡量的话，尤尔科可能是120%的状态在跟铁银华打，直接开视讯，上高平勾顶膝。铁银华的这个防守报价还是很稳的。铁银华这个是滑倒了，看得比较明显，可以利用这个比赛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推到绳圈上拖一拖。这个铁银华会有消极的这个嫌疑啊。对，我们看下面魏睿、郭强，照世界教学制，整个大东翔的团队已经全部都站起来了。这铁银华此刻有一个能量巨大的边角，没错。现在我们俩的这个余光啊，这个感觉在身边啊，这几位此起彼伏的站起来，在跟铁银华加油。这个时候如果可以进行这个亲友救援，现在这4位已经冲上去了。但是我们确实替铁银华捏一把汗呀！这会儿的这个尤尔科啊，绝对完全是一个非常状态的在打。优势在，能不能继续扩大？
这个比赛，观众朋友们心脏不好的还真看不了。上一秒铁文华都快坚持不住了，结果下一秒对手我们看有点不行了。杜牧南池此时此刻被铁文华逼在角落，一连串的进攻，铁文华又打破防守，他还能坚持吗？哇，抗击打能力也很坚强。转身边拳，对方走到哪儿，铁文华跟到哪儿，不 KO 对手不罢休啊！田华到底选择听从谁的？我觉得此刻田华已经完全不需要接受技术层面的指导了。是我只要接受的是传递给他的能量和他的斗志。其实尤尔科如果不出现刚才的那一轮被铁云华定点攻击的情况下呢，尤尔科应该是拿下第3回合。是的。尤尔科刚才的那轮体能应该是他最后的，应该是最后的坚持了，最后的10秒钟。10秒钟。小伙能不能再找到机会？哦，这场比赛胜负不重要了，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结束了，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精彩了，两个人呢是全程对轰整整3个回合，而且整个比赛过程啊就像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啊，这个心脏不好的真是受不了。但是最终的结果我相信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恭喜铁英华。这个漂亮！我直接一个。张伟轩直接一个跳起来，高扫。在格斗擂台上，经常有一些不自量力的日本人喜欢来中国踢馆，他们一个个耀武扬威，有的肩扛武士刀，有的身穿白色道服，还有的口歪眼斜，摇头晃脑。很多时候，中日双方在比赛还没开始，就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大打出手。在拳击擂台上抗日，可谓是一项技术活。你不仅要有实力，还要有孤注一掷的决心。但要是说到抗日高手，还得是贵州好汉张美轩。他拿捏日本人就像喝水一样简单，出道几10年，从未有过一次失手。张美轩第一次对战日本选手是在2016年对战日本悍将田村纯，光是看张美轩的眼神，就感觉他要生吞活剥了对手。比赛刚一开始，小日子就嚣张到了极点，仗着自己有身形和臂展上的优势，就一直在做单臂大回环的动作，嚣张挑衅张美轩。这场比赛呢确实很难打，而且对方的反应啊、移动速度啊都很快。对，我们看这场比赛啊，就是日本选手跟张美轩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双方都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两人还没有真正放开来打。不过对方这个战架很奇怪，很散。对，这个两人今天很松散，两个人有点像。这是飞膝。日本选手示意说没有事儿。但是这个日本选手意识很好啊，张美轩刚刚有前腿动作，这是后腿。日本选手田村纯的这个后手反击啊很迅速。对。在比赛第一回合马上结束时，张美轩将小日子压推至角落，看准时机，干净利索的爆杆拳法直接打在对方的腹部，随后在电光火石之间疯狂的补刀，没有给小日子任何翻盘的机会。这样大的一个后手拳有激动，好，这是拳击，今天达成，手机没有裁判终止比赛了，结束了一个。紧接着，在2017年，张美轩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2个小日子，来自日本的武术冠军儿玉己利人。这一场比赛，张美轩杀气腾腾，快节奏的进攻，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明显是想要速战速决。对方今天转移非常快啊！是现在拿到了一个日本选手，这个双手搭了一个。对，是现在是这样，张美轩的这个头和他的左手啊，现在被日本选手搭了一个手臂的4字扣。对，手自己延起。照这样来一个是，但是我们经常讲，这么重要的比赛，越是这样，越要把自己的心态压稳。对，平常心，做好打满3个回合的准备。对，说的真是如影随形，你一动盲人柔道了对吧？盲人柔道的运动员，对，你看这个接腿的意识多好多年。继续啊！这个反在比赛第2回合，张美轩吃到了小日子的重击，不过张美轩没有丝毫的慌张，而是在第一时间对对方一记漂亮的高鞭腿，这一脚仿佛一把银月弯刀划过月空，将小日本子踢的是栽栽愣愣，随后疯狂的地面砸拳却未能击晕对手，无奈之下只能使出自己的绝活夺命断头台，成功拿下对手。对，这个意识很好。这个后手不错，又一脚上手，继续抓住机会，连续进攻，这种还在做动作啊，抱住了张美轩这条腿，他只要有动作做，裁判就不会完全介入。对，用力的方式是啊，我们看得出手还拍了，漂亮。
同样是在2017年，张美轩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3个小日子——非主流拳王马萨。在发布现场，他就频频挑衅张美轩，甚至还推搡了我们，甚至还扬言他要夺走张美轩的金腰带，为日本人复仇。在出场时，依旧是装神弄鬼、骂骂咧咧，甚至还扬言他今天要把张美轩打到跪下喊爸爸，还朝着台下的中国观众大喊：“我才是冠军！”而这场比赛，张美轩也教会了日本选手什么叫做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漂亮！我直接一个，张美轩直接一个跳起来就高手。没有，吹击。张美轩变化很快啊！在拿下了马萨之后，张美轩已经完成了对日3连胜的不败战绩。紧接着，来自日本的拳王金村武孝纪向张美轩发起了挑战。这一次，日本人真的动真格的了。而反观张美轩这一边，依旧是无所畏惧，戴着墨镜，听着小歌，跳着舞蹈。看来他似乎对这个日本人并没有放在心上。好，观众朋友们，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注意看，红方张美轩，而蓝方金村武孝纪，名字很长。但他的命啊不是很长，具体为什么啊？一会儿看到比赛结束啊，您就知道了。对方的话是日本的拳王，也是近2年啊，日本综合格斗界啊话题最热的一个人物了。所以说这一次来中国踢馆，日本人对他抱有的期望非常非常高的。好，假装出腿，但是收了回来。张美轩的这个风格啊，就是大开大合。说起抗日呢，很多人喜欢杨建平啊，但我个人的话还是更喜欢张美轩。他的风格呀，这种中国传统武士的风格非常的漂亮。前3场打小日子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可以说呀，无论是拳法还是腿法，都是大开大合，非常的有气势。哇哦，这脚很冷，但小日子的距离把控不错。我们看这场比赛，张美轩要比以往啊，哎呦，这稳得多呀。前面3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张美轩几乎都是一股脑的冲上去，但是今天他稳了下来。哎，什么情况？点补5拳。哇，对方这是送人头啊，把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脖子送到了张美轩的脚下。那没办法了，那你既然是把脑袋伸过来了，我们不踢也不太好，是吧？让我们恭喜张美轩，又是一场速杀，又是首回合。目前张美轩的话打日本人是4战全胜，观众朋友们，这就是贵州窜山豹的实力。我们看张美轩立刻搭住了对方的肩膀，再问对方：“哥们儿，服不服？不服再打一场。”好，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啊，对方啊，这真是送到了张美轩的这个脚上。其实呢，他是想下潜抱摔啊，只不过张美轩呢是预判了对方的这个预判啊。恭喜张美轩，咱们下期视频再见。